印度的战略家呢，一直是认为呢，印度呢是应该能够控制印度洋的一个海洋大国。那么要做这样一个海洋大国呢，他从已经使用航母的经验来判断呢，拥有航母呢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呢，印度甚至认为呢，他们起码要配置2艘航母。也就是说，2支航母打击群，一个是部署在阿拉伯海的这个一侧，另一支呢是部署在孟加拉海的孟加拉湾的一侧。据了解，现役的维克拉玛蒂亚号配属于印度西部舰队，而根据印度海军所公布的规划，维克兰特号将配属于印度东部舰队，承担作为印度海军东部舰队的指挥中枢和印度东进战略的重要支撑点的任务。未来将会部署在印度东海岸一座新建的海军基地。有分析就认为，印度加强海上力量的举动被视为是要抗衡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海军。印度一名国防部高官曾在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称，印度必须加强航母舰队，以保护印度洋航道不受干扰。高官还透露，印度计划建造第3艘航母，以维持与中国的海上势力平衡。印度在印度洋上部署航母也好，部署战略核潜艇也好等等的，应当说在相当程度上呢，它是瞄准着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存在而来的，它可能会对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呢构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呢，这种影响也不宜夸大，因为印度呢目前呢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我觉得印度真正要成长为一个像模像样的世界性的海军大国呢，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评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周五服役，但它国产自造却在国内被抨击成色不足。那您对此怎么看？某种程度上，维克兰特的服役更像莫迪政府早点结束前任国大党政府的烂摊子，甩掉这个钱坑。要知道，维克兰特的建造，它的拖延是以年来计算的。迄今已推迟了近10年之久。尽管印度费尽气力用国产钢铁建造了航母船体，但意大利的设计图纸、美国的燃气轮机、俄罗斯的阻拦索和舰载机、以色列的雷达、法国的通信，还有从美国、英国、意大利进口的专用数字主线等等，怎么看都像是外表光鲜的8国联军。也就是说，印度首艘国产航母即便服役，未来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自主权、决定权。更要命的是，无论印度海军内部还是印度政府，对花钱太多的航母派都是冷眼相待。最新的消息是，过去几次的内阁安全委员会上，总理莫迪亲自出面劝说海军搁置第2条国产航母，也就是6万吨级的维沙尔号的采购计划，转而去买6艘攻击核潜艇，也就是所谓的76工程。为了进一步的釜底抽薪，莫迪政府还明确告诉海军，如果他们坚持搞高达9600亿卢比的第2艘航母计划，就别想走中央政府的特别预算这条路，只能从你们抠抠缩缩的海军年度军费里解决。这显然是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消极态度。有鉴于此，我觉得咱们不必把印度媒体炒作的攀比中国航母说太当回事，认真干好自己的就行了。至于真正能启发我们的，恐怕还是一国的航母事业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该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也就是国家怎么定位今后的道路，怎么看待海洋与国家安全利益的关系。只有认清了海洋并非威胁，而是资源，并非累赘，而是命脉，特别是在全社会形成科学、持久、有广泛共识的海权思想环境，那么这个国家的航母发展之路就会宽阔坦荡。印度第1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将在本周五正式服役，加上现役的俄制维克拉玛蒂亚号，印度海军届时将迎来双航母时代。然而，这艘新航母却在印度国内饱受质疑。虽然号称是国产化，实质上动力、电控等关键系统却是万国牌。那么，印度大力发展航母的背后有何战略利益考量？对地区局势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印度海军上周宣布，该国第1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已完成全部测试，将于本周五正式服役。印度总理莫迪将出席仪式。
在宣布国产航母即将服役的发布会上，印度海军副司令戈尔马德称之为印度走向蓝水海军的第一步，并强调国产化率高达76%。连日来，印度媒体则纷纷以印度加入强国俱乐部、印度的关键时刻、印度的海上国产勇士等醒目标题大肆报道。第一艘的国产航母呢，从下水到正式的列装呢，也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说明呢，这个国产航母本身呢，它的下水呢，实际呢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是呢，这艘航母基本上完成一个下水试航的这样一个阶段呢，说明印度呢，整个来讲呢，因为在航母的制造业上呢，它确实呢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公开资料显示，维克兰特号由印度海军军舰设计局承担设计工作，科钦造船厂负责建造，超过500家公司承担其配套，遍及印度国内17个邦。其设计始于1999年，2009年开工建造，2013年8月正式下水，2021年8月该舰开始首次海上试验，正式服役后预计将于2023年形成完整作战能力。维克兰特号长约260米，宽60米，排水量43000吨，最高航速28节，可持续航行8000海里。这是印度第2艘名为维克兰特的航母，第一艘来自英国，已在1990年代退役。作为一艘多功能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共有5层甲板，最上层飞行甲板采用滑跃甲板设计，可满足固定翼舰载机起飞需求。按照印度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维克兰特号可搭载包括米格29K 战斗机、卡31预警直升机、MH-60R 海鹰多用途直升机等共30架飞机和直升机。战机与航母的试飞最早会在11月开始，但米格29K 舰载机的性能差强人意，印度已不打算再买。据了解，目前印度正考虑从法国达索阵风和美国 FA-18E 大黄蜂2种舰载机中2选1，采购26架，配置在维克兰特号上。按照印度官方的数据，国产化为首艘国产航母提供了2.3万吨钢、150公里管道和2000个以上阀门。此外，作战管理系统集成、厨房、空调等也均为国产。然而，问题在于，决定一艘航母基本战术性能的关键系统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国产化率。首先，航母设计方案来自意大利；其次，航母动力来自美国，由4台通用的 LM2500燃气轮机组成，传动系统则由德国制造。以色列发挥特长，提供4部有源相控阵雷达，同时还提供巴拉克防空系统，但配套电力设备却由芬兰供应。而已宣布配置的舰载机米格29K 和预警直升机卡31则来自俄罗斯，海鹰更是美国货。外界质疑来自诸多国家的核心系统能否兼容还是未知数。如出意外，该航母形成战斗力或将遥遥无期。维克兰特号交付印度海军后，该国将共有2艘航母。另一艘维克拉玛蒂亚号于2004年由俄罗斯转让给印度后，经过大规模改造，于2013年交付印度海军。不仅改造周期超长，造价离谱，该舰还频繁发生事故和意外。2017年进行维修下水管道时，有毒气体泄漏，当即造成3人死亡。2019年航母回港时突发大火，1名舰上军官在救火过程中重伤而死。去年与今年，维克拉玛蒂亚号也曾发生火灾。印度的航母梦由来已久，早在独立之初就明确了印度海军需要至少2艘航母，即分别在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印度洋方向各部署1个航母编队，以屏障印度2翼海岸线。此后又衍生出2+1航母需求目标，即2艘现役、1艘大修。